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每个人都会变得糊涂，所以不要害怕，轻松地尽情享受老年生活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认知症；第二，迈向乐观应对认知症的第一步；第三，认知症是一生幸福的总结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认知症。认知症可能是当今最容易被误解的疾病之一。即便在医疗知识普及的今天，许多人依然认为患上认知症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。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日本公认的认知症研究权威长谷川和夫先生本人在80多岁时也被诊断为认知症。作为一位亲历者，他经常强调一个关键词：延续性。从生命的本质来看，人类的存在是连贯的。认知症的发生并不会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完全不同。换句话说，即使罹患认知症，今天的自己依然是昨天自己的延续。患病不会让一个人瞬间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人。尽管现代医学还无法治愈认知症，但我们能够延缓其发生时间，并在发病后尽量减缓病情的进展。作者曾在一家专为高龄患者服务的综合医院工作，每年对约100例去世的高龄患者进行解剖研究。研究发现，在85岁以上的人群中，几乎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大脑中出现阿尔茨海默型病变。认知症的主要成因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性变化。因此，年龄的增长与认知症的风险增加是息息相关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认知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疾病，而是长寿带来的自然老化现象之一。换句话说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经历认知症的相关变化，只不过有些人在症状出现之前就因其他原因去世了。因此，与其抗拒认知症，不如以接纳的态度来看待它，将可能患上认知症视为人生的一部分。这样不仅能缓解对认知症的恐惧，还可以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其他老化现象。例如，通过锻炼大脑，养成促进脑力活跃的生活习惯，可以延缓脑部老化的进程。这不仅能让人保持头脑灵活，还能拥有更健康、更快乐的晚年生活。作者通过对6000多名高龄者的长期观察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正视认知症的可能性，提前做好准备，是应对老化和享受长寿的关键所在。患上认知症后，也能逐渐感受到幸福。关于认知症，社会上存在着不少的误解。第一个常见的误解是，认为患上认知症后会完全丧失生活的能力。但实际上，认知症是一种逐步丧失部分功能的疾病，而非立即让人无法自理的状况。第二个误解是，认为患病后会陷入不幸的深渊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认知症患者在病情进展过程中，往往会逐渐感受到幸福。随着病情的发展，认知症患者的情绪往往会变得更加柔和，面部表情也会更加温暖，经常展现出微笑。即便无法完全理解他人的谈话内容，他们仍然会显得非常愉快。在没有受到虐待或不良对待的情况下，大多数患者很少出现抑郁情绪，而是逐渐表现出平和和愉悦的一面。有的人可能会质疑，虽然患者感到幸福，但这对家人来说或许意味着沉重的负担。确实，有的人认为认知症患者会频繁出现妄想、徘徊等问题行为，但这种观点也带有偏见。目前，日本约有600万名认知症患者，平均每20人中就有1人患病。然而实际上，只有约10%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妄想、徘徊或暴言暴力等行为，其余90%以上的患者并不会给身边的人造成太大的困扰。尽管如此，随着认知症的加重，患者确实会逐步丧失自理的能力，家人需要协助他们完成穿衣、洗浴、进食等日常活动，这对家属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。然而，通过充分利用护理保险服务和专业护理人员的支持，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。
能大大减轻家庭的负担。长寿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认知症的风险。然而，由于对认知症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许多人对其产生了过度的恐惧，从而让原本可以平静愉快的人生蒙上了阴影。作者呼吁大众尽早摆脱这些不必要的误解，学习和掌握有关认知症的科学知识。这不仅有助于患者获得更好的照料，也能让我们在100岁人生的时代，坦然面对可能的挑战，更完整地享受生命的每一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迈向乐观应对认知症的第1步。当被诊断为认知症时，不需要过度慌张，接纳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变化是自然的，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减缓病情的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保持良好的心情是至关重要的，这有助于与认知症和平共处，继续享受人生。即便症状极轻，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影响，医生仍可能诊断为认知症。这通常出于以下2个主要的考虑：第一，早期治疗有助于延缓病情。认知症的早期干预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进展，使患者能够更长时间维持现有的状态。第二，获取护理服务的资格。在日本，即使是轻度的认知症，一旦被确诊，也能被评定为护理等级最低的要支援1。患者可以每周2次利用日托服务，不仅能动脑锻炼身体，还能通过与他人交流来刺激大脑，这对延缓病情发展有着显著的帮助。对于初次接触日托服务的患者，可能会有些不适应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往往会与工作人员和其他患者建立关系，结交新的朋友，并在活动中找到乐趣。不少患者甚至会开始期待参加日托服务的日子，这体现了早期发现与治疗的重要性。与他人交流是大脑最有效的锻炼方式之一。如果因为认知症诊断减少与外界的接触，病情可能会更快恶化。因此，保持与人的互动至关重要。这不仅可以延缓病情，还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。被诊断为认知症并不意味着会立即失去所有能力，患者通常仍保留着某些残存功能，即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性行为。通过不断使用这些能力，患者可以延续现有的生活技能，从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。然而，在确诊后，有时周围的人会过早地限制患者的生活，例如建议他们辞职或停止开车。这种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加速病情的恶化。正确的态度是接纳患者无法完成的事情，同时鼓励他们继续从事仍能胜任的活动，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。这是开启幸福生活的第1步。认知症患者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残存能力，专注于当下仍能完成的事情，并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。这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正是迈向乐观应对认知症的第1步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预测，到2050年，男性的平均寿命将达到84.2岁，女性将达到90.4岁。可以预见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将继续延长。在人类如此长寿的背景下，认知症问题可能成为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挑战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出现认知症的情况，反倒是比较罕见。因此，与其过度恐惧认知症，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思考一下：我希望成为怎样的老年人？为了在漫长的后半生保持自我并愉快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是学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。如果总是延续年轻时的思维惯性，老年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。事实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和大脑的功能都会逐步衰退，因此依赖他人帮助生活是非常自然的事。能够坦然接受并向他人求助，是决定老年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分水岭。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老年的关键。当面临选择时，尽量选择简单的一条路。过度坚持、逞强或坚持不能依赖他人的观念，不会为生活带来任何正面效果。与其陷入只能这样做的僵化思维，不如转变为这条路不可行，
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的开放心态，将幸福作为目标，你会发现实现它的方式有很多种，选择越多，思维越灵活，越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解决方案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放下过去的生活规则，尝试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必要的。人生从来不可能完全如愿，何不放下那些无谓的坚持，给自己更多的自在与舒适，尝试新的方法，探索新的选择，也许这正是通往幸福的最佳路径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认知症是一生幸福的总结。尽管最初很多人对认知症的诊断感到难以接受，甚至陷入到困扰与痛苦中去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患者反而会逐渐变得更幸福。起初，他们可能对自己患病的事实感到无助和焦虑，但随着病情的发展，他们的笑容会逐渐增多，甚至在病情较为严重时，微笑的时光远远超过了其他情绪的时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通常需要根据他人的心情和场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。生活中充满了不自由感，即便年老时，很多人仍然会在意他人的目光，或认为自己不再适合做某些事。然而，一旦患上认知症，许多社会束缚会被打破，不再顾虑他人的眼光，许多内心的烦恼也逐渐消失。那些曾经常常抱怨的人，也会在认知症的影响下彻底放下自尊，开始每天愉快的生活。看到这样的老年人，作者深感认知症竟是一种如此平等且幸福的疾病。作者认为，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果能够过得幸福，那么这一生便是成功的。虽然有些人会怀念自己年轻时的巅峰时期，但人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如果能将人生的巅峰期尽量推迟，那幸福感也将延续得更久。即便记忆力有所下降，思维不如以前敏锐，也不妨以大家都会变得糊涂的心态来笑对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